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家的汉堡。今天带来外星人也难民的第1集。折腾了1季，这群外星人终于把飞船修好了。可我立刻就打算带着一家人前往一个新的星球，让游泳来改造，到时候那里就会成为希洛普人的新家园。小妍妍也早已受够地球上的刁民了，他们竟然放完屁才说不好意思，这难道不应该在放屁前就说吗？只有杰西恋恋不舍，哭着向地球告别，眼看要起飞了，没想到才上升不久，飞船又出现故障，跌回原处，还顺带帮邻居重燃了青春。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是重量失衡。可我打算去检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泰瑞突然有些紧张，就说可能是因为他藏了一点点东西，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几袋沙子、几个保龄球，还有能玩一辈子的橡皮泥。辛辛苦苦1整年，泰瑞这骚操作又给整到解放前。杰西倒是很高兴，耶，我们又被困在地球上了。小妍妍则是忍不住开心的放了个屁，看来他们早已被地球风格同化，只是还不自知。飞船被损坏，科沃又开启了碎碎念模式。突然他发现求救仪被放在了冰箱里，不用说也知道这是泰瑞干的。他嫌这玩意儿哔哔哔太吵了。然而求救仪只会在希洛普人求救的时候叫，这么说他们附近应该有老乡。科沃将求救仪连接上了控制面板，没想到这信号定位在了地球，就在伦敦。准备见老乡的时候，科沃突然发现小妍妍和勇勇不见了。其他都好说，只要别又给勇勇放机械战警，应该就出不了什么大问题。要不怎么说怕什么来什么？勇勇正独自在家看机械战警，把这小家伙吓得直接钻进被子，拿着枪瑟瑟发抖。看着定位显示越来越近，科沃的心情也愈发激动，他已经等不及想见几位老乡了。不过他没想到老乡会住在下水道里，不知道他们的邻居是不是几只乌龟，但他们这架飞船是真的牛叉。那紫色的老乡一见到他们就急急忙忙让他们进去。老乡的家庭成员跟科沃他们差不多，也是2个大人和2个小复制体，就姑且称他们为大紫、小紫、大红、小红吧。大红是飞船的领队，他们很惊讶，科沃一行人竟然不戴面具。泰瑞还以为是空气有毒，但其实他们说的是躲避人类的面具，戴上它就能像个人类一样混迹其中，而且不用担心会被抓去解剖。杰西觉得老乡太小题大做，他们在美国从来不戴面罩，而且全镇的人都认识他们，也没见谁来抓他们去做实验。不料科沃却开口附和大红他们，说他们也很努力的在躲避人类。泰瑞和杰西就很迷惑，这人怎么睁眼说瞎话呢？倒是把这群老乡哄开心了，当即就说要给他们展示中子镇。泰瑞和杰西就在后面付费，这些傻子真的是颗粒沃气。老乡们的生活方式确实和科沃他们截然不同，他们会晚上出门去垃圾堆里找吃的，一旦被看到还会清除那人的记忆。他们完全保持着母星的一切习惯，希洛普星以外的事物是绝对禁止的，而且他们每小时都会进行祷告，就像在希洛普星一样。这不正是科沃梦寐以求的旧时光？临走之时他仍有些恋恋不舍，比起他自己的家，这里更能让他有归属感。大紫也表示随时为他敞开大门，但泰瑞是1秒钟都不愿意待下去。回家之后，泰瑞还觉得不可思议，那些人竟然每小时都要祷告，哪知还有更不可思议的。可我要求他们一家也向老乡学习，泰瑞和杰西只觉得他搞笑。你可拉倒吧，你已经和我们一样完全融入地球了，你也喜欢芝士披萨，而且办了健身卡却从没有去过，跟个假外星人似的。这句大实话刺痛了科沃的心，他哭哭啼啼的跑了出去，说要搬到伦敦去和喜欢的外星人住一起。老乡们很快就接纳了科沃，科沃也觉得他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吃完垃圾之后就该用绳子抽自己了，虽然不知道自残算哪门子的文化传承，但科沃却乐在其中，疼得好爽啊！而且他觉得家里那俩家伙一定正在后悔，很遗憾他想多了。泰瑞和杰西现在别提多自由了。杰西说养了一条老狗，可能是闲的，他就想找点事儿做，比如给狗掏掏耳朵、擦擦屁股、挤挤肛门什么的。他现在觉得自己也是任重而道远啊。接着泰瑞又提议去玩造金机，结果又没人管游泳了，这小家伙被狗子吓得又躲进了被窝。科沃不在，家里就是他们的天下，金山打滚，别提有多爽。另一边，科沃跟着老乡刚捡完垃圾回家，就被问能不能在吃饭之前先背圣树。那科沃一听，表现的机会来了啊！结果他磕磕绊绊的竟没背上来。大红脸一沉，你在家的时候都不复述吗？有复述啊，让我想想。结果他想了半天还是没想出来，老乡们就嘲笑他，说他已经完全融入地球生活了。可我崩溃了，没想到泰瑞竟是我自己。泰瑞在家也不好过，他们订了一大堆外卖，但是根本没钱付，只有金子。我要这满屋的金子有何
何用。杰西就更惨了，直接把狗养成了祖宗，对他是又咬又摔，现在是内忧还外患，外卖员也找上门来，见没人开门，开着车就往里撞。大兄弟，你以前是干拆迁的吧？泰瑞没办法，只得出门赚钱。他找了份卖曲奇的工作，可他压根儿就不是打工的材料。那些客人冲进来就把奶油好一顿挤，根本就没人打算好好付钱。尽管经历了上次的尴尬，但科沃还是想跟老乡们和谐相处。他希望他们仍能把他当希洛普人对待，这当然没问题，前提是他能把游泳带过来。大红说他们没有游泳，因为他们在游泳设计好之前就离开了。他说在希洛普星球，有些人是工人，生来就肩负着责任，一生兢兢业业，而还有少部分人，他们是隐秘的统治阶级，而他们就是后者，科沃则是前者。他们在小行星到来前1个月就接到了通知，所以买了昂贵的飞船，提前离开了。之后就选择了待在地球，等待着持有游泳的同族，等待他们带着游泳来改造地球，然后重新变回有钱人。他们还想要科沃把游泳带过来，他们说游泳和真的希洛普人待一起会更开心。听到这话，科沃当即就应了下来。上班1天的泰瑞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杰西正蜷缩在沙发上瑟瑟发抖。他被这老狗带上了项圈，差点被埋在了后院，也不知道他俩到底谁是主人。泰瑞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觉得要是他们打扮的像科沃一样，说不定就能知道如何应对当下的困境了。要想像科沃，那就得边修飞船边碎碎念。碎碎念简单，可修飞船他俩是真不会，几棒子抡下去，感觉飞船更加残破了。答应交出游泳之后，科沃马上给泰瑞打了个电话，然后就看到了泰瑞和杰西那惨兮兮的模样，说他们很想他，他们很需要他，他求科沃赶紧回家，说他说什么都是对的。科沃看他们这副样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不远万里，千里迢迢住下水道，那不就是想有朝一日看到自己有多么的被他们需要吗？不过他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要是他不会背圣树，他们会不会嫌弃他？这个问题属实多余，他们连圣树是啥玩意儿都不知道。科沃很满意，就答应泰瑞马上回家。挂断电话后，科沃把新决定告诉了老乡们，说不会把游泳交给他们。虽然他的队友很傻叉，但他决定去引导他们。话音刚落，他就被大红打了一拳，然后就被关进了笼子里。他把他推出了飞船外。既然科沃不愿意主动交出游泳，他们决定直接开飞船过去抢。看着头顶的大窟窿，科沃才彻底明白了这群人的狼子野心。好在这笼子是密码锁，那数字肯定就是圣树。科沃再使劲回想了一下，居然真就被他想了起来。从下水道出来，正巧遇到了英国警察，这警察也是好心，就说送他一程。到达伦敦之眼后，科沃把方向盘装了上去，然后就驾驶着摩天轮朝家挺进了。此时卑劣的老乡已经抵达家门前，他们将飞船上的武器瞄准房子，让泰瑞把游泳交出来，原因也不说，就直接发动了致命武器。他们好好说话，说不定还有一丝机会，可他们直接动用武力，那泰瑞也不是好欺负的，当即就激活了自动防御装置。那阵仗也是相当的大，丝毫不输对方的武器。眼看一场惊天大战就要打响，制作方却因为经费不足把场面略过了，反正就是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两败俱伤。本以为这就结束了，没想到大伙他们手上还有武器，交出游泳，不然我们就开抢了。这时科沃驾驶着摩天轮赶了过来，他告诉他们可以带走游泳，但是必须先知道该怎么照顾他。如果游泳死了，你们也不能超级有钱了。他们觉得科沃的话有道理，就答应给他们30秒的时间。杰西简直不能理解科沃为什么答应，因为游泳就像他们的宝宝一样。科沃当然也没想过真要送走他，那群外星人从没见过游泳，所以随便找个东西替代就行。以防万一，科沃还交给了游泳一把枪，让他躲进被子里藏好。然后科沃把老狗抱了出去，告诉老乡们这就是游泳。只见老乡突然眉头一皱，然后开心地说他比想象中还要可爱。接着杰西又把游泳的东西拿了出来，告诉他们该如何照顾游泳，每天要溜4次，用湿纸巾擦屁股，给他煮新鲜的鸡肉和米饭。还有如果改造迟迟不开始，就说明你们没能逗他开心。最重要的一点，他每次叫的时候，你们就得用拳头打自己的脸。老狗在飞船里是又蹦又跳，现在他算是找到能随便欺负的人了。他排泄，他们会觉得他在改造地球；他一叫，他们就会打自己的脸。接着我们来说说小妍妍，其他人去伦敦了，小妍妍还是在正常上学。他找到学校那群酷盖，告诉他们今天大人不在家，所以想邀请他们去家里玩，听说可以喝到醉生梦死。那领头的酷盖当即就答应了，他承诺所有的帅小伙都会参加。至于为什么他们的态度会突然转变，那是因为这群酷盖换了个头，欺负小妍妍是上个头的政策。他们之后去了基督夏令营，学习了爱与和平。现在他们只想和小妍妍和谐相处。聚会那天很快到了，但小妍妍迟迟不见酷盖们过来，就把移探测器拿出来找他们。小妍妍很快在一栋灯火通明的房子找到了那群本该出现在他家的酷盖，他还天真的以为他们是弄错了派对的地址，结果他们就是故意这样说的。他们从头至尾都没想过和小妍妍过夜，只是不想被他发现他们在开派对，光用嘴
嘴羞辱好像还不够，那领头的酷盖还把小妍妍扔到了树上。小妍妍回家后就打算干掉那几个酷盖。这时来了个参加睡衣派对的男生，他是个社恐，没人的话他更自在。这不就是小妍妍等待已久的好朋友吗？他马上就带着新朋友去参观了强国，小妍妍总算交到新朋友了。这时全家人听到一声枪响，跑上楼一看，游泳打死了个机械战警。哦，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拜拜。